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老车，喜欢经典车。那我这边指的是泛指整个大经典车的圈子啊。那因为我在过去的1-2年中发现说，不管是在社群平台啊，或者是各个自媒体等等，或者是一些线下的一些车聚活动，我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老车，不只是喜欢而已，甚至是有些年轻人他非常的了解整个老车的修缮啊，或者是说它的规格啊，以及它的性能等等的，那已经不是单纯的喜欢，已经升华到一个爱好者的程度。所以我自己对这样子的现象感到兴趣啦。我前阵子参加一个车聚，在那个车聚我认识了一位开 Porsche 的车友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啦，因为我其实没有开 Porsche， 就是我就姑且称他为车友。那这个开 Porsche 的车友对于这个议题给出的答案是，因为现在大家生活过得比较富裕了嘛，拥有它的人会希望追求一种情怀，那或者是过去的一个时代，在这个时代去做体验。那他认为说，这是整个大家物质生活水准已经提高的关系，所以促使着年轻人也开始喜爱老车或经典车。我算是一半认同啊，因为我今天想聊的是整个大经典车圈。这个大经典车圈可能包含不管是越野车，或者是一些跑车、轿跑车等等的。那当然包含里面各种风格嘛。整个老车来讲啊，那它的入手的门槛至少跟现代车这些新车来比，它相对的门槛比较低。那所以我认为这个车友他给出的答案是，因为他自己是开 Porsche 的车子，像 Porsche 老车可能他动辄是200-300万起跳，他们在追求的可能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心灵状态，我不知道。对，以整个大经典车圈来讲，我觉得门槛是一个重点吧。那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老车的入手门槛它相对的比较低，我也可以在老车的这个圈子中找到属于我自己的风格，可能新车没有办法带给年轻人的体验，所以我认为入手门槛它是一个首要的条件。那第二点是现在的现代车，你会发现各车厂它在造车的外观上来说越来越相像，整体的风格越来越雷同。我们购车的首要条件，撇除这些车架啊等等的，那当然我们看就是一个外观嘛。那好看我就会买，那不好看我当然不会买。车厂在设计车子的时候会越来越精准。我一家车厂，我当然在开发一辆车款的时候，我不希望这车上市之后是有超过一半几率是个赌注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希望它有至少80%以上的购车率。那当然我如果是车厂，我就会去分析说，现在整个市场上大家主流比较喜欢的风格是什么样嘛？会依照这样子的模板再去做微调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的车子其实长得越来越像的原因，我认为是这样子。整个风格来讲，我可能在车系车厂中只能找到某一些它的灵魂在，而不是说我一眼看过去就会觉得这个车哇，它竟然在
相对的给大家越来越多的焦虑跟压力。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，就是老车它像是一种就是活在不同节奏的象征。那因为老车就是不追求速度嘛，那也不讲求效率。我们在一个什么都要快、什么都要对的这个社会里，其实我觉得开老车它是一种勇敢的做自己，然后也不怕麻烦的态度。以上是我对于这个现象的一些分析跟观察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的观点？那我觉得可以在底下留言做分享，想听听大家对于